27岁美国小伙为资助同性爱人完成变性手术，怒抢银行，期间给人质订外卖，接受采访，隔空抛洒现金，成就美国历史上最欢乐的银行劫案。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案件——最滑稽的银行抢劫犯。莫看见面平如镜，要看水底万丈深。欢迎来到解密日记，我是超人。提到银行抢劫案，大家脑海中最先想到的画面是什么？可能是手持武器、戴着蒙面头套的劫匪迅速地冲进银行，让所有人抱头蹲在墙角，快速地拿出所有现金后逃跑，很硬核；或者是罪犯的智商极高，通过精确的计算，破解种种防盗措施，成功地盗走大量钱财后逃之夭夭。但我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银行劫案很不一般，劫案一共持续了14个小时，劫匪共3人，还没动手开始抢劫，一个就临时退出了，还大摇大摆地走了。剩下的2个劫匪，一个有着断袖之癖，一个有着虔诚的宗教信仰，人质集体得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，跟着劫匪在银行里看电视、听广播、吃披萨、喝可乐，甚至还骂警察为什么不早点满足劫匪的要求。整个过程呢，媒体全程跟踪报道，事发银行聚集了2000名吃瓜群众，整起劫案还被改编成了电影。故事还要从一个人开始讲起。劫匪呢名叫约翰·沃伊托维奇，1945年出生在纽约，父亲呢是波兰移民，母亲是意大利裔的美国人。从小家里条件也还不错，有吃有穿有学上。据他母亲说呢，约翰小时候也是一个挺乖的孩子。到了60年代中后期，越战爆发了，高中毕业的约翰就随大溜入了伍，来到了越南战场。约翰无忧无虑的少年时代立即在战火纷飞中结束，因为亲眼目睹了战友的死亡，以及在一次行动中成了唯一的幸存者，他遭受了巨大的打击。而除了战争带来的创伤，他在战火的洗礼下也第一次明白自己原来是喜欢男人的。军营里都是血气方刚的男孩子，在当时那样的环境下，他自然而然的和一名战友就发生了关系。1967年战争结束，约翰回到了美国，被分配到了曼哈顿的大通银行工作，在那里认识了一个姑娘，俩人谈了没多久恋爱就结了婚，后来还生下了2个孩子。与此同时呢，对性的渴望，约翰还背着老婆偷偷加入了一个同性恋的组织。在约翰看来，娶妻生子只不过是为了应付世俗的异样眼光，内心深处与同性之间的爱才是真爱。因为长期混迹同性的圈子，在结婚的3年后，约翰离开了自己的妻子和孩子，开始过上了一种放荡糜烂的生活。此时正值上世纪的70年代，在这之前的日子里，同性不被法律所接受，不被社会认同。但随着同性维权历史上最标志性的事件10强运动的爆发，让同性恋者不再沉默，更让他们意识到唯有自己去争取才会被尊重。在10强运动后，同性群体改换了一个全新的面貌，更加积极主动地争取正常的对于爱的需要。在这样的先锋文化的影响下，约翰也开始大胆地寻找自己真正的爱情。1971年，约翰在纽约的美食节上遇到了伊丽莎白·伊甸。个子高高穿着裙子的伊丽莎白虽然是一个男儿身，但骨子里却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女孩。在那个年代，她对自己的性取向已经公开了，还做了隆胸手术，很有魅力。一向是情种性格的约翰立即对她展开了攻势，看对了眼的2个人也很快就坠入了爱河。本以为遇到真爱的约翰，在结婚后却发现了伊丽莎白有些不对劲的地方。伊丽莎白有性别焦虑症，虽然体貌特征看起来是男性，但心理上认为自己是女性。她开始频繁地出现抑郁行为，终日闷闷不乐，最终决定告诉约翰自己的真实想法，他想要做完整的变性手术。这个想法让约翰实在是难以接受，2个人也因此大吵了一架。家人的不解，朋友的嘲讽，种种压力让伊丽莎白感到十分的痛苦，而约翰的反对更是成为了压倒她的最后一根稻草。最终伊丽莎白选择了轻生，虽然没死成，但她依然很坚决地表示，如果不做变性手术，还不如就此结束了生命。看着痛苦万分的恋人，约翰咬牙做出了决定，帮助伊丽莎白成为真正的女人。可是变性手术说着很容易，那哪来的钱呢？走投无路的约翰想到了抢劫银行。1972年8月，约翰在酒吧找到了2个小伙伴，18岁的萨尔和20岁的鲍比。
闲聊中，约翰给2个年轻人说自己有一个5万美元的活要做，问他们要不要加入。2个小伙伴年纪都不大，约翰这随便一哄骗，就决定跟着他一起出来搞事儿了。在事先无计划、无组织的前提下，3个人开着车，带着黑市买来的武器，在1972年的8月22日这一天就开始了行动。上午去的第一家银行，因为操作不慎，他们下车时把枪弄掉了，结果走火了，引起了围观。3人呢迅速的就逃离了现场，来到了第2家银行，结果鲍比遇见了母亲的好朋友，不得不再次撤退。事不过三，在绕城一大圈之后啊，他们终于选定了最终要抢的银行，位于布鲁克林偏僻街区的大同曼哈顿银行一家分行。然而刚拎着枪进去没多久，鲍比就哆哆嗦嗦地表示自己本事啊还是善良的，实在是没办法拿枪指着人。抢银行刚开始啊就先溜了。虽然少了1个人，这劫也得继续抢啊。于是约翰把窗帘拉上，拿油漆糊了摄像头，最后用枪抵着银行员工，威胁他们把银行的现金全部都给拿出来，不然呢就要开枪了。但是倒霉的事儿又出现了，原来在他们闯入这所银行的时候，已经是即将下班的时间了。就在不久前，运钞车刚刚把钱给运走了，整个银行啊只有2万多美金。同时2人对抢银行这事儿啊实在是业务不熟，也没准备，所以在翻箱倒柜的时候没注意到柜台下面的警铃按钮，结果人家柜员呢趁他们不注意时悄悄就报了警。更滑稽的是，约翰还自作聪明地烧了银行的账本，结果浓烟随着排风口飘到了银行外面，引起了对面保安的注意。就这样，等到约翰和萨尔拿着为数不多的钱准备从银行逃跑的时候，才发现周围早已经被警察包围了。看到这种情况，2个劫匪再次躲进了银行，劫持了8名人质。大白天抢银行的新闻吸引了多达2000名群众的围观， FBI 啊、纽约的警察、记者、狙击手全部都在现场待命。约翰的前妻和母亲也被接到了现场，妻子伊丽莎白也被警方控制住了。直到这时，约翰呢还沉浸在自己会逃出去的幻想里。他在被关掉空调的银行里和人质们聊天，告诉大家他不会伤害任何人，就只是想给妻子做手术来抢点钱，还问大家饿不饿。当所有人都紧张兮兮地盯着约翰，思考他接下来会有什么举动的时候，戏剧性的画面出现了。他既没有开枪撕票，也没有朝着警方发泄愤怒，他用银行的电话订了披萨，并拿着抢来的钱走出来给外卖小哥结账。警员发现约翰甚至教银行一个女职员怎么拿枪，还抽空接受了一个记者的电话采访。在和警方对峙的过程中，约翰称自己犯罪的动机是源于社会对普通人的不公，扮演着一个反抗暴政的小人物。说到激动处呢，他还把从银行抢来的钱撒向周围的群众，引起了阵阵欢呼。随后呢，经过警方的调查，这才搞清楚了约翰的真正动机，把他的恋人伊丽莎白找来了现场，希望可以通过伊丽莎白劝他投降。不过呢，大难临头各自飞，伊丽莎白果断和这个男人撇清了关系，在约翰说出一起私奔的建议后，更是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他，这让约翰感到非常伤心，也变得更加暴躁。原本轻松的气氛突然变得紧张了起来。最后警方终于同意让约翰和萨尔开车去往机场，并且保证他们可以坐国际航班飞走。这怎么可能呢？只不过是警方的缓兵之计罢了。但约翰2人呢，还真就信了。可在上车去机场的路上，萨尔就被警方直接给击毙了，约翰也跟着被逮捕，完全是标准的结局。1973年，约翰被判了20年的有期徒刑，关在路易斯堡的联邦监狱。但故事到这里远没有结束。因为这起荒诞的劫案，约翰彻底的出名了。在监狱里，他把这个银行抢劫绑架案的故事版权卖给了电影公司，获得了7500美元的版权费和1%的电影利润，并且用这笔钱支付了伊丽莎白的变性手术费。在电影上映后，约翰在牢里泪眼朦胧的看完了全程，还热情的写了影评。由于在监狱里表现良好，事实上约翰只坐了5年的牢就获得了假释的机会。但是在1984年到1987年期间，他又因为犯事2次进了监狱。伊丽莎白呢也如愿以偿变成了女人，但她却在手术之后告诉约翰自己再也不想看到他，并且和别人结了婚。为此，约翰还曾试图自杀，但都被救了回来。鬼门关走了一遭，人倒是想开了不少。1987年，伊丽莎白死于艾滋病引发的肺炎，约翰还参加了她的葬礼，并在现场发表了悼词。这之后的20多年，约翰像隐士一样靠着微薄的救济金过活，但脑洞这么大的约翰也曾经去自己抢劫过的银行应聘保安的职位，说自己了解劫犯的心理，当保安一定是最棒的人选。
很遗憾，银行没能接受他成为保安，果断地拒绝了他。他穿上我抢过这家银行的 T 恤，成为银行街道外的移动打卡景点，靠着给人合影签名挣点零花钱。到了晚年，约翰基本上只能靠低保生活。2006年，在60岁的时候死于癌症。约翰在人们史上最滑稽抢劫犯的评价中结束了这一生。生前呢，接受采访时他说：“如果我做了一个梦，梦里面全是我做的那些事情，我会重蹈覆辙吗？是的，我还会做同样的事儿。”根据约翰抢劫银行故事改编的电影《热天午后》在1975年上映，饰演约翰的演员正是当时美国最火的电影男明星，曾出演《教父》麦克科里昂的阿尔帕西诺。在第48届奥斯卡金像奖的评选中，这部电影获得了6项提名，并最终获得最佳原创剧本大奖。它的评分也高达8.7分。影片除了讲了约翰的故事外，还将时代背景、社会环境结合到了一起，拍得特别好，建议大家一定要去看一下。许多人都说这是阿尔帕西诺最好的电影，完全不逊色在《教父》中的表演。好了，这就是本期解密日记的全部内容。喜欢的朋友记得给我点个关注，我是超人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